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国在特定时期曾经成立的神秘部门，那就是749局。网上传言说749局成立于1974年9月，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749局并没有准确的成立日期，它是逐渐通过各位异能者组建而成的。而成立749局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和解决一些民间发生的超自然事件。749局一直存在于大众视野之外，堪称是一支隐藏在众多超自然事件背后的神秘机构，甚至被认为是属于不存在的部门。据说749局建立之前的前身是507所。那么507所当初为什么要建立749局？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在进行冷战，他们两个国家一直在比拼科技实力，可是这种科技比拼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瓶颈。当他们在常规科技领域发展到瓶颈期的时候，就没什么新鲜的东西可以研究了。可当时这两个国家又非常好斗，必须要继续进行冷战的比拼，但又不能真的开火打起来。结果他们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超自然领域，开始拿一些神秘现象来做文章。苏联老大哥这边宣称他们那边有龙，过一段时间，美国那边又说我们看见外星人了。他们在那边胡说八道，我们中国能就这么干看着吗？所以他们在那边大谈特谈神秘事物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得好好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内容才行。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谁来主导呢？当时507所可是专门研究高科技的权威机构，他们立刻就向上级领导提出了申请，意思就是说，现在美国和苏联都在积极研究这些神秘现象，我们中国绝对不能落后，而且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能人异士是非常多的，我们也应该在这上面多下功夫。上级领导一听，觉得这个提议非常有道理，于是从1960几年开始，国家就正式决定一定要成立这个749局。但是成立749局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不是说我们随便在门口找两个小孩子，就算这个机构成立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么重要的机构，必须要有真正的能人异士来坐镇才行。所以接下来507所可以说是放下了其他所有工作，全心全意的在全国各地寻找隐居的高人。据说当年749局在建立的时候，有9位非常厉害的高人坐镇。那么这9位高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他们姓甚名谁？各自又有什么样的神通广大的本事？首先不得不说一说749局真正的第一号人物张元郎。当时我们中国的隐士高人那真是多如牛毛。经过广泛的民间调查后，507所发现全国各地都有关于隐士高人的传说，但是传的最多最神奇的还是在四川一带。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507所派出了大量的工作人员去四川的民间进行调查，就是想弄清楚民间传说中的那个神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慢慢的了解到这个人好像姓张，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大家都叫他张仙人，而且这个人已经达到了似仙非仙、似人非人的境界。民间关于他的传说非常神奇，说他是出生于明朝中期的人物。据说他12岁的时候就被仙人指点，上了昆仑山苦心修行，到了109岁的时候终于羽化成仙，但他又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肉身，这才正式成为了一位真正的仙人。但是成仙之后的张元郎并不想完全脱离人间俗世，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救助普通的黎民百姓，解决人间的各种疾苦，所以他多次在四川、湖南、江西等地出现，帮助当地的百姓解决各种困难。按理说以张元郎的神通广大，别说救助普通老百姓了，就算是再大的事情他都能轻松解决。因此在民间关于他的传说非常多，尤其是在1960几年的时候更是家喻户晓。从1965年开始，507所就派出了大量的工作人员在民间寻找张元郎的踪迹，整整寻找了3年时间。但是如果张元郎自己不想现身的话，别说你派大量的人去找了，就算你把整个四川省都翻个底朝天，也不可能找到他。不过经过3年的寻找之后，张元郎似乎知道了国家有需要他帮助的地方，或者说国家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出手相助。于是在3年后的某一天，张元郎主动现身，与507所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从那时起，他就正式加入了749局。但是张元郎所谓的加入749局，并不是像我们普通人想象的那样，每天按时去上班，然后坐在办公室里，没事的时候在那里溜达。事实上，张元郎几乎从来没有去过749局的办公地点，但是只要国家有什么紧急事件需要处理，张元郎一定会立刻出现。据说张元郎在后来参与过许多经典的重大事件，整个事件的处理都是由张元郎在幕后指挥的。其实那个和尚也是张元郎找来的人，但是在平时，张元郎也经常游走在民间，经常出现在普通百姓之中，帮助人们解决各种困难。根据民间的传说，曾经有人亲眼在四川见过张元郎救小孩的情景，就是有个小孩差点从楼上掉下来，张元郎让围观的人都离开，然后他只是用手轻轻一推，用气功就把那个小孩推回了屋子里。这种神奇的事情在发生过很多次，但是据说张元郎的真实面貌是经常变化的，有时候他会变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有时候又会变成一位精神焕发的年轻男子，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大的神通。好了，这就是第一位神秘高人张元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749局第2位高人。这第2位神秘人物出自于终南山。60年代在我国的陕西省终南山上有一座非常神秘的道观。为什么说它神秘呢？因为没有人知道
这个道观属于哪个道教门派，也没人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这些信息都是完全不为外人所知的。而且这个道观从来不对外开放，无论你什么时候去，大门一定是紧闭的。要想到达这个道观，必须要爬上一段非常陡峭的山路，说白了就是没有正常的路可以到达那里。如果你没有一定的体力和技巧，连走都走不上去。但是周围的老百姓都知道，那座山上有一座神秘的道观，而且在60年代之前，终南山周围的几个村子里的人们经常会看到有仙人在空中飞行。不仅如此，据说还有人看见过一些巨大的生物在云层中出现，人们都说那是神话故事中描述的龙和麒麟这类神奇的生物。不过这些生物基本上都是在高空中飞行，从来不会攻击人类。据说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盘旋在云层之间，离地面有万丈高。但是后来又有人发现，这些巨大的生物其实都是被人骑着的，也就是说上面有人在控制它们飞行，所以久而久之，传言就越来越神奇。到了后来，关于这座道观的神奇传说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到最后也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道观里到底住的是什么人。后来这些传说很快就传到了507所工作人员的耳中，于是507所派了许多人前往终南山，在那里住了大约2个多月的时间，才终于把这个道观的一些情况了解清楚。后来他们爬上山去，跟道观里的人报上了自己的身份，说是国家现在有需要他们出面帮忙。结果山中的修行者立刻打开了道观的大门，热情地迎接了这些工作人员进入道观。经过交谈，507所才知道，这座道观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存在了整整2000年之久，但是道观的人依然不愿意透露他们到底是属于哪个门派的。还有就是道观的人虽然愿意接见他们，但并不愿意离开道观去帮助他们。507所当时确实非常急需这样的人才，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请来了张元郎出面进行调解。在张元郎的劝说下，道观的人才终于明白，现在国家确实是需要他们走出深山，于是他们答应了507所的请求，派出玄真子下山。据说玄真子非常精通本门派内的2种神秘术法，一种叫做金环通神术，另一种叫做6行秘术。这2种术法可以用来沟通各种灵兽，能够理解世间各种生物的语言。比如说，如果真的有龙，那么必须要有会这种术法的人才能与龙进行交流。如果要降服其他灵兽，也一定需要懂得这种术法的人才能办到。但是学习这种术法的人必须有特殊的血脉传承。这个人从此就跟随507所下了山。那么为什么要把此人排在749局9大高人的第2位，仅次于张元郎呢？因为此人掌握的术法恰好能够对抗南洋邪术以及东洋的9局一派。玄真子以卓越的领导力带领12名弟子共同布下了9霄星斗阵，他施展神通以一敌多，指挥众人斩杀100余名南洋邪修，而他的威名也在一夜之间传遍修行界。所以从功绩和战绩来看，这第2位高人绝对当之无愧。好了，咱们第2位元老也介绍完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第3位高人。这第3位高人的故事就有点带着灵异色彩了。749局的第3位神秘人物原本是湘西某个部落的成员，这个人所在的部落在湘西当地被称为鬼门山。据说60、70年代之前，在湘西当地一直有这么一个非常神秘的部落，这个部落到底属于哪个民族，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据说他们并没有被正式纳入到我们国家的民族序列中，因为这个部落一直都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他们隐居在深山密林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是据当地周围的老百姓说，从他们祖祖辈辈开始就知道，这个部落是绝对不能随便接近的，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是在一个山谷之间，他们把整个山谷都封闭起来了。当人们无意间走进那个山谷的时候，无论是在晚上还是白天，都会有鬼魅出现。久而久之，当地的老百姓都被吓坏了，没有人敢接近他们的部落，而且有一些人从他们的部落附近真的看到过类似于林正英电影中的僵尸出现。所以时间长了，人们就给他们的部落起了一个外号，叫做鬼门山。但是507所的工作人员是对这个部落非常了解的，一旦749局成立，主要负责的项目就是与超自然现象有关的事情，也就是说正好就是这个部落擅长的领域。于是507所得知这个情况后，派了很多工作人员，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深入这个部落，去了解他们的术法。原本以为那些传闻只是民间夸大的传说，结果到了鬼门山附近，真的有孤魂出现。据说当时507所的人一进入鬼门山，就感觉阴森恐怖，非常吓人。那些懂行的人就说前面全是孤魂野鬼，他们多次尝试与部落里的人联系，部落里的人态度极为不友好，差点就武力冲突了。当时我们的军队已经逐渐完善，507所的人实在没办法，只好向军队求助。据说当地派出了1000多名士兵，才把这个部落的人给震慑住。当然不是真的打起来，只是通过喊话进行威慑。震慑住之后，部落终于打开了山门。当507所的人进入部落后，全都惊呆了。这里面住的人好像跟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肤色、状态、眼神都像是活死人一样。但此时他们已经和部落的族长进行了比较友好的沟通，经过深入了解才知道，这个部落存在于世间已经有7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因为多次流离失所，加上地方上的驱赶还有战争等原因，最终他们被迫迁移到了这个山谷之中。他们根本不在乎外界把他们居住的地方
叫做什么鬼门山。他们自己称呼自己居住的地方为仙灵谷，而且他们对自己掌握的这些神秘术法，并不认为是什么阴险的邪术，他们认为这是延年益寿的术法。只是在普通老百姓看来，这些人的肤色、长相、说话方式和我们正常人完全不同。但是经过后来的进一步了解，再加上他们的现场展示，让507所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一些看了之后脑子都会产生幻觉的东西。总之就是一些常人无法接受的神秘术法。结果当天就决定，必须由这个部落派出1名族人加入即将成立的749局，帮助国家研究这些神秘现象。后来部落的族长推荐了一位只有16岁的年轻少年，跟着507所的人回到了北京。不过您别看这个人才16岁，这位大佬堪称双料王者，不仅对阴阳之术非常精通，各种蛊术更是信手拈来，而且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鬼怪，因为他所居住的地方整体氛围就是这样。他们认为鬼怪就像是自己的家人一样亲近。他处理过很多发生在民间的各种灵异事，虽然都是发生在民间的小事，但这些都是个地方老百姓最担心、最害怕、最头疼的各类灵异案件，所以他属于那种活跃在民间的类型。许多地方部门都见过他。传闻他曾带领手下与南洋降头师展开过一场惊天动地的生死斗法。那场战斗中，他操控蛊虫布置机关，与降头师斗得难解难分。虽然最终艰难取胜，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自那之后，他选择闭关修炼，直到前些年才重新出关，回到749局担任守护要职。如今他坐镇一方，任何心怀不轨的邪修都不敢轻易靠近。第3位神秘高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第4位高人。不过在介绍第4位高人之前，必须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这个人的身份比较有争议，而且他也是749局9大神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如果您去网上搜索的话，可能随便一搜就会发现，网上到处都是关于他的传说，因为他比较特殊，关于他的传闻也很有争议。有传言他确实曾经加入过749局，但他只是一个纯粹从民间出来的人，对世俗的东西还是有所留恋。据说后来到了90年代的时候，他被金钱所诱惑，做出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所以关于他的事情在民间流传的非常广泛，而且他当时肯定是被金钱诱惑，还与电视台明星有很多的接触。民间传言他是一位茅山术士。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不应该是茅山道士吗？什么叫茅山术士？其实茅山术士和茅山道士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茅山术确实是道家发明的，但是掌握茅山术的人不一定就是道士，所以根据这个人的言行举止，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士，但他确实精通茅山术，所以称他为茅山术士。就像我们看过的很多林正英的电影中，林正英扮演的那个法师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道士，他穿的也是茅山术士的服装，扮演的都是茅山术士。据说李连杰当年在一段采访中还提到过自己见到的一位会穿墙术的异能者，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张宝胜，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所以所有接触过张宝胜的人，包括当时电视台对他的报道，都认为他是东北人，而且他确实也住在东北。但是据张宝胜的身边的人说，张宝胜的家族本来不是东北本地人，而是在战乱年代从茅山一带逃难到东北的，所以张宝胜掌握的是正宗的茅山术。当时507所的工作人员听说在某个地方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魔术表演艺术家，但是经过一些专业人士的观察，发现情况不对，因为他们怀疑这个人的表演到底是不是魔术。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张宝胜根本不是什么魔术师，他使用的是中国失传已久的茅山术。后来经过对张宝胜的询问，他自己也承认了事实，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学过魔术，这些术法都是父辈教的。后来经过对张宝胜的深入了解，他们发现这个人确实非常厉害，他能够穿墙而过，能够把铁器变成泥土，所以张宝胜当时受到了507所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但问题是，张宝胜在加入749局之前就已经在个地方小有名气了，他上过电视节目，而且接触过很多娱乐圈的人。你知道娱乐圈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张宝胜加入749局之后的7、8年时间，几乎没怎么参与局里的工作，反而开始大量参与各种演艺活动。因为749局管不了他的行动，而且局里给的工资也不多，而演艺活动可以让他快速赚到钱。后来张宝胜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很多明星和老板，发现这些人身上的油水非常丰厚，所以张宝胜开始利用自己的术法，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手段和套路，进行大额诈骗活动。据说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张宝胜已经开上了奔驰车。虽然后来张宝胜确实帮助749局做了不少事情，但是这个人后来却因为某些原因出事了，具体出了什么事情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是诈骗罪，有人说是贪污罪，众说纷纭，所以慢慢的他就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所以关于张宝胜的事情确实非常争议。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第5位高人，我觉得介绍第5位高人的时候应该更加隆重一些，因为第5位749局高人是东北的一位萨满，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一位老仙，因为他姓马，所以在749局内部的人都称他为马三爷。他是萨满教的资深传人，而他的能力更是逆天，据说他既能操控闪电又能驾驭百兽。他出生在沈阳周边的一个农村，再后来马三爷被发配到了内蒙古的一个农场，获得自由之后，马三爷也并不愿意回到沈阳，而是一直留在了内蒙古。
为当地的老百姓驱邪挡煞治病，久而久之就出了名。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普通人，他们的问题一旦解决之后，就各自回到了家乡，还有一些重新恢复了自己的身份。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就把马三爷的事迹透露了出来，说那里有个男的很神奇，有人不小心被镰刀划伤了腿，他过来随便摘了一些草，放在嘴里念叨了几句，然后用火一烧，再往伤口上一按，3天伤口就完全愈合了。于是507所的人立刻通过各种关系跑到内蒙古找到了马三爷。正好马三爷这个人内心其实非常渴望为国家做事情，他一听说是为政府工作，也非常高兴，于是就跟着507所的人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他展示出的本领让所有人都惊呆了。马三爷几乎什么病都能治，甚至据说能够隔空取物，如果你肚子里长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马三爷都能给你取出来。而且507局的工作人员都很特殊，他们经常有一些野外活动，这些活动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局里太需要这样一个人了，否则同事们一旦受伤，真的很难治疗。而且507局同事们受的伤，有些是普通医院无法治疗的。马三爷平时几乎就住在749局里，主要就是帮助749局内部的人消灾解难。据说当年在与东南亚某国进行斗法大战的时候，749局有很多人受了重伤，还有很多人被对方的巫师所害，出现了各种严重的问题，全都是马三爷出手相救的。所以马三爷在749局的地位非常高，强大的能量波动可能会对城市造成巨大破坏。马三爷临危受命，迅速赶到现场。他站在空旷之处，双手舞动，口中念念有词，召唤出闪电之力，将失控的渡劫能量引导消散。在他的努力下，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此后他的威名在修行界和世俗界都广泛传播。接下来就是第6位高人登场了。这一位高人擅长的领域比较特殊，他是一位水中高人，人称岭南水伯。此人姓廖，发现他的时候，他住在岭南地区，有传言说他是廖家碧水宫的第17代传人。507所发现他的时候才24岁，据说在广州的珠江里有一艘当年8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期的外国沉船，船上有大量的财宝，但一直找不到准确位置，无法打捞上来。后来请来了这个姓廖的年轻人，是他帮忙找到了这艘沉船。但是在他打捞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个人下水时不带任何防护设备，包括氧气，他每次下水都能待上1个多小时，这在当时可真是神人出世。很快他的事迹就传到了北京，507所马上就派人来到了广州。到了广州见到这个人后，他们才知道原来他并不是广州本地人，而是被请来帮忙的。进一步了解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人竟然能在水下睡觉过夜。他说自己在水下待上10几20个小时完全不是问题，而且这个人在生理结构上和普通人不太一样。据民间传说，他好像天生就有鱼鳃，他们廖姓家族的人都有这个特点。而且此人能在水中呼吸吃饭，还有就是他的眼睛，你在陆地上看到他的时候，他戴着一副非常厚的眼镜，就像酒瓶底一样厚的大圆眼镜，但是他一下水，这副眼镜就不需要了，他在水下无论多么黑暗的环境都能看得一清二楚。507所的人一看，这简直是捡到宝了，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沉船一直打捞不上来，于是立即把这个人纳入了编制。据说这个人当时是被秘密带走的，对他们村子的人说的是北京某学校看中了他的才能，让他去北京上学，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真相。但是这个人参加的重大事件可就太多了，比如说在我国有一个被称为中国百慕大的地方，就在江西老爷庙边上有一个湖，这个湖里有很多沉船，据说是在民国时期有很多船都沉没在这里，后来几乎都是这个人帮忙找到的。还有就是各个地方，特别是水下的难题，只要把他派过去都能解决。当时抚仙湖出事后，不允许游客靠近，不让人参观，甚至连水都不能下。据说抚仙湖水域中发现了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有些东西我们惊动了，人类还能应对，但还有一些东西绝对不能惊动，一旦惊动就超出了我们人类所能应对的范围。当时多艘船只在同一水域莫名沉没，船员们生死未卜，沿岸百姓人心惶惶。749局紧急派出岭南水伯调查此事。水伯赶到现场，双手轻轻一挥，原本波涛汹涌的江水竟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缓缓分开。他深入江底，与隐藏在暗处的神秘力量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较量，成功破解诅咒，也让珠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从此，岭南水伯的名字在当地成了传奇。接下来是第7位元老，西南元婴期散修。这位元老虽然没有响亮的名号，但实力却不容小觑。他面容沧桑，眼神里透着历经世事的沉稳与坚定。据说在长白山渡劫事件中，他主动承担起善后工作。他运用自己的强大实力和丰富经验，清理渡劫失败留下的能量乱流，恢复当地的秩序。他的存在为749局在处理各类复杂事件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这第8位元老就是宿命高僧戴晨子。戴晨子自幼被神秘高人收养，年纪轻轻就掌握了宿命通，而且他还掌握连山意和归藏意，能一眼看透时事因果，还能预测未来。平时他身披袈裟，手持佛珠，眼神却仿佛能看穿世间万物。通过对因果的洞察，总能找到关键线索，为解决问题指明方向。秦岭龙脉遭受重创，关键时刻他运用秘术
结合实地勘察，制定出一套精妙的修复方案。在他的努力下，将龙脉受损程度降到了最低。经此一役，他被尊称为护国元老，最后一位元老，人称茅山驱邪王。提起茅山驱邪王，日本阴阳师圈至今都心有余悸。他是茅山派的纲顶人物，精通茅山所有法术，而他最让人闻风丧胆的，当属天罡雷符。当年日本九局一派基于中国风水龙脉，在昆仑山利用1000多座违规别墅，布下风雷72丁阵，意图破坏我华夏龙脉。他得知后怒发冲冠，亲自率领精锐弟子迎战。战斗打响后，他祭出天罡雷符，霎时间乌云密布，天雷滚滚，一道道雷霆如同天罚般劈向九局一派阴阳师。那场战斗的场面就像神话故事里的神仙大战，最终九局一派出现断层，几乎被灭门，从此再也不敢在中国放肆。而茅山驱邪王的名字也成了日本阴阳师心中抹不去的阴影。据传闻，他在经历此次事件后，即将突破现有的境界，实力更上一层楼。好了，关于这9位高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这9位神秘大佬的故事，至今都没有得到官方证实。有人坚信749局是真实存在，这些大佬正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世界；也有人觉得这只是脑洞大开的虚构传说。但是这些只是来自网络上的传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也没有人真正认识过这些人物，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太当真，就当是听一个有趣的故事吧。